好，一开始我们当然就是要来安装这个 ASP.NET Core Web API 的这个 IDE 编辑的工具。那首先我们要来下载的就是我们地表最强的 IDE 工具 Visual Studio 2022。那这边有连接可以直接连过去，或者你直接在这个 Google 这边搜寻 Visual Studio 2022，基本上会在第一个连接。好，那点进来了之后，我们往下拉，这边就有一个下载。那下载的话，我们这边先暂时选择这个 Community 2022这边就好了。那点到这个页面之后，这边就会开始自动下载一个算是安装包的程式啊。那点进去之后，就会先它做一些检查设定，然后安装一些必要的程式之后，就会进入这一个算是选项啊，看你要安装什么。因为 Visual Studio 这个 IDE 工具可以开发非常多的东西，那这边就是选择说你要开发什么。那我们这一边今天这个课程要来开发的是这个 Web API，那所以我们就选择这个 ASP.NET 与网页程式开发。那这边简单的介绍也有提到说，这边可以开发 ASP.NET Core。那基本上我们这个课程你如果只是要用我们这个课程要用的东西，我们就勾这个就好。那其他任何地方都不需要再做选择。那当然，安装位置你想换，你可以在这边做一个替换。那如果你没特别的需求，我们就可以按右下角安装，开始安装。那因为刚刚下载的东西只是算是一个安装包的壳，所以它会依据你刚刚选择的这一个项目去做一个下载。那下载完之后才会进行一个安装，所以我们这边就是等它下载完之后，然后再进行安装这样子。那我们这边就等一下。好，那这边因为刚刚有勾这个安装完之后启动，所以这边的话就自动启动起来了。那其实可以看到，这整个安装过程非常的简单，就是勾选好你要的项目之后，按下安装之后，就整个过程也没有像很多软体一样有过多的复杂的选项需要选择。那安装下去就安装完了，很快。那基本上你电脑不错的话，它整个安装的时间也是相当的快。好，那这个界面是一个Visual Studio 的安装界面。那未来你如果有想要再去增修一些功能的话，就可以回到这个界面。那这个界面要怎么回到呢？我们这边先把这个刚刚自动启动的先关掉。要怎么让它要怎么回到刚刚要增修的界面？基本上你们就搜寻 Visual Studio Install。按下去之后就可以回到刚刚这个安装界面。那未来有需要再增修一些功能，就可以按修改这边去点选你要的这个功能。好，那这边是简单的安装。那接着我们就来先启动，然后创造一个专案，看看是不是有成功的安装好。那首先的话，我们这边就是打开我们的 Visual Studio 2022。那这边就按这个建立新的专案。那这边我们这个课程要教的是 ASP.NET Core Web API，所以我们可以在最上面的地方搜寻其实这边就已经看到了，不过我们可以来搜寻一下。好，那完整的打出来基本上就是这一个。那其实有很多变体我们要认明的就是这一个没有其他的东西，然后 C#， 然后就是长这个样子这些都不是这些都不是要认明是这个样子。那我们就点下去之后按下一步。那这个画面就是打上你要的专案名称，我们这边先随便打一下专案名称。好，那接着就按下一步。
那这边有几个选项，我们稍微讲一下。第一个是架构，那其实从这个最早我开始教的时候是 Net5，那现在已经 Net8了。那基本上你现在这个时间点要用的话，没有其他的特殊需求，就会选择 Net8。那 Net8也是一个长期支援的版本，所以现在要用 Net8就对了。那为什么我没有其他选项呢？基本上你没有其他需求，就不需要其他选项。那你有其他需求，可以在刚刚那个安装界面去把它安装起来以前的版本。那我们这边没有这个需求，我们就一个就好，不需要安装其他的版本。那这边的话我们就选无，然后针对 HTTPS 进行设定，那基本上这个都是现在的标配，所以一定要打勾。那启用 Docker， 那我没有在用所以这个系列也不会教，所以这边就不打勾。那这边有个启动 Open API 这个东西，这个课程也不会提到，所以我们这边会把这个勾勾取消。那不要使用最上层陈述式，那我们这边就是要使用要使用。那这之后会再提一下要不要使用的差别在哪里，会再提。那最后这边有使用控制器，那我们这一个课程会使用控制器，所以我们会打勾。那以后可能会再提一下什么叫做不要使用控制器会长得怎样。那这边大概这个课程的预设选项会这样去勾，我们就按建立。好，那建立之后，你看到这个画面再看一下旁边的这一个选项。那基本上，如果你的画面有成功的出来长得这样子，那基本上我们安装上就没有问题。好，基本的环境安装就到这边。那下一个影片我们就会简单的介绍一下专案的基本架构。那影片就到这边，谢谢收看。